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天，你被裁员了。张志强推了推金丝眼镜，脸上挂着假惺惺的遗憾表情。我盯着桌上的解雇通知书，攥紧的拳头微微发抖。理由是什么？我尽力保持平静。3年来，我为星辰科技贡献了5个核心算法，帮公司赚了数亿利润。业绩不达标，公司战略调整，张志强避开我的视线，2个小时内收拾东西离开。我冷笑一声，谁不知道我是技术部效率最高的程序员，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员工。实际原因我心知肚明，我正在开发的 AI 算法太过惊艳，一旦成功，张志强这个所谓的技术总监就彻底被比下去了。回到工位收拾东西时，几个同事投来同情的目光，却没人敢公开表态。我理解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谁会为了一个将死之人得罪上司，离开公司大厦？我给女友苏雨晴打了电话，她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们交往6年。感情一直很稳定，我想至少他会给我一点精神支持。雨晴，我被裁员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惊讶的声音。啊，怎么会？那个，天哥，我现在在开会，晚上我们再聊好吗？背景声音嘈杂，听起来不像是在开会。我皱了皱眉，随口问道：你在哪个会议室？我下午也去公司拿点东西啊，我在外面客户那边开会，晚上见。他匆忙挂断了电话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。我打开定位软件，我们一直共享位置，这是交往6年来的习惯。苏雨晴的位置显示在城郊一家高级酒店。30分钟后，我站在那家酒店大堂，心跳如鼓。服务员告诉我，1506房间确实有一位姓苏的女士和一位张先生。我坐在房门对面的消防楼梯上，等了1个小时。当张志强和苏雨晴勾肩搭背地走出房间时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志强哥，你真的不用担心林天那个项目。苏雨晴娇笑着说，他那个算法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全是纸上谈兵。张志强搂着他的腰，露出得意的笑容。这次裁掉他，我就能接手项目，公司的资源都归我调配了，我等不及嫁给你了。苏雨晴踮起脚尖亲了他一下。林天那个傻子追了我6年，还以为我真会嫁给他这种穷程序员。我血液凝固，站在原地动弹不得。曾经以为的爱情，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我追问结婚的次数数不清，他总有各种理由推脱。原来他从未想过要嫁给我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打开电脑，看着那个已经完成70%的 AI 算法。这是我花费3年心血开发的项目，比公司现有技术至少领先5年。张志强一直想方设法了解项目细节，却被我婉拒。我太了解他的为人了，现在想来，他裁掉我的真正目的，就是为了夺取这个算法。我冷静地收拾好所有资料，删除公司电脑上的全部代码，只留下我个人笔记本里的完整备份。这个算法是我的心血，我绝不会让它落入小人之手。夜深了，苏雨晴的电话终于打来。天哥，听说你被裁员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平静地回答，没什么，公司战略调整。对了，我在想，我们也该结婚了，你觉得呢？电话那头明显慌乱了。啊，现在不是时候吧？你刚失业，我们应该先稳定下来。6年了，雨晴，我轻声说，你总是有各种理由推迟，到底还要我等多久？天哥，你怎么了？
我们不是一直很好吗？是啊，我们一直很好。我冷笑一声，好到你今天下午和张志强在凯悦酒店1506房间开完会议，还讨论着怎么甩掉傻子林天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后传来尖锐的反击：你跟踪我，林天，你怎么这么恶心？够了！我打断他的话，分手吧，祝你和张志强百年好合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删除了与苏雨晴有关的一切照片、聊天记录、社交媒体关系。6年感情一朝归零。这一天，我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爱情，但也彻底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我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，命名为新生。双重背叛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，也将是我崛起的起点。你说3000万？我坐在江城最高端咖啡厅里，对面是星辰科技的 CEO 刘明。林天，我知道你的价值。张志强那边有些误会，公司愿意花3000万买断你的 AI 算法，你回不回来都行。刘明推过合同，自信满满。我笑了笑，合上文件夹。刘总，抱歉，这个价格太低了，5000万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刘明脸色微变，我起身准备离开。我的算法值多少钱？很快市场会给出答案。1周前，我被星辰科技裁员，同时失去了交往6年的女友。这7天里，我完成了算法的最后部分，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并开始接触各路投资人。我清楚，星辰科技一定会找上门来。张志强裁掉我后，才发现我删除了所有代码。他费尽心思想复原我的工作，却只能拼凑出一个破碎不堪的框架。走出咖啡厅，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：林先生，我是天使投资人唐梦，对你的 AI 算法很感兴趣，方便见面聊聊吗？2小时后，我坐在唐梦的办公室里，他穿着利落的职业套装，比我想象中年轻得多，大概30出头，气质冷静专业。你的 AI 算法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唐梦开门见山。我启动了演示程序，这是市场上第一个真正理解人类情感的 AI 系统。它能从语音、表情、肢体语言综合分析一个人的真实情绪，准确率高达97%。有什么实际应用？智能客服、心理咨询、商业谈判分析、智能招聘，几乎无所不包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永远不会说谎的测谎仪，一个能真正理解你的 AI 助手。唐梦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这么说，你已经解决了情感计算这个行业难题？我点点头。用了3年，失去了工作和女友，但我做到了。唐梦沉思片刻，拿出一份合同。我愿意投资5000万，占股20%，帮你组建团队，1年内把产品推向市场。我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问道：为什么选择我？星辰科技比我有实力的多。唐梦笑了：我不投公司，我投人。你被前女友和公司背叛，还能保持冷静，完成算法，这份韧性和才华比任何技术都珍贵。签约后，我租下一栋写字楼，组建了10人团队，开始全力研发产品。与此同时，星辰科技那边传来消息，张志强接手了我的项目，却因无法复原核心算法而陷入困境。苏雨晴开始频繁联系我，语气从高傲变成了讨好。天哥，最近在忙什么？咱们能不能见面聊聊？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。我冷漠的回复：没什么好聊的，祝你幸福。林天，你别这样，我和张总真的只是工作关系，
我承认那天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但那都是被逼的。我直接拉黑了他的号码。唐梦和我日夜奋战，3个月后，我们的情感识别 AI 系统1.0版终于问世。一经发布，立刻引起了科技圈的轰动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划时代的情感计算技术，颠覆AI行业的新思路。某天深夜，我和唐梦在办公室加班，回忆起创业这几个月的艰辛。你知道吗？唐梦突然说，我第一次见你就确定你会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眼中有火焰。他看着我，那种被伤害后不屈服的倔强，很美。月光透过落地窗，洒在他精致的侧脸上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感觉心跳加速，但我还没准备好接受新的感情，伤口尚未愈合，我不想草率开始。谢谢你的信任，我移开视线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唐梦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微微一笑，不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公司发展如火如荼，3个月内用户突破100万，估值从0跃升至10亿。而星辰科技那边，因为无法攻克核心技术，市值暴跌30%，裁员潮开始蔓延。张志强的位置岌岌可危，苏雨晴也被传出即将被裁的消息。我冷眼旁观这一切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反击才刚刚开始。林总，我们的情感识别系统2.0版上线1周，日活用户突破500万。我点点头，看着数据屏幕上不断攀升的曲线。创业半年，我的公司心灵捕手已经成为 AI 情感领域的领军企业，估值突破30亿。这天下午，一位意外访客出现在公司前台。苏雨晴，林天，我只想和你谈5分钟。他眼眶泛红，求你了。我沉默片刻，最终点头同意。毕竟6年感情，总该有个了结。会议室里，苏雨晴憔悴了许多。我被星辰裁员了，张志强也被降职，他甩了我，所以我面无表情。我错了，天哥。他低声抽泣，我不该背叛你。那段时间，我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爱我的人是你。我打断他，你来找我，就为了说这些。我想回到你身边。他抬起泪眼，我们在一起6年，你说过会永远爱我的。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竟感觉不到任何波动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的表演。苏雨晴，你知道我这半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平静地说，每天工作18小时，住在办公室，连续2个月没回过家。所有人都说我疯了，但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不去想你的背叛。现在你失业了，就想回来当我公司的老板娘。他急忙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心悔过。我起身准备离开，抱歉，我的感情已经死了，你自便吧。走到门口，我又停下脚步。对了，听说张志强正在秘密复制我们的技术。苏雨晴眼神闪烁，我不知道。我冷笑一声，忠告你一句，离他远点，他那点手段翻不起什么风浪。送走苏雨晴后，唐梦走进我的办公室，他想复合。我耸耸肩，显然是冲着公司来的。唐梦若有所思，要小心张志强，他不是善茬。事实证明，唐梦的担忧非常准确。1周后，我们发现有人试图攻击公司服务器，窃取核心代码。技术团队顺藤摸瓜，发现黑客 IP 地址竟然来自星辰科技大楼。看来张志强打算铤而走险了。我冷静分析，他复制不了我们的技术，就想偷。唐梦皱眉，要报警吗？不，
我摇头，先布个局，让他自投罗网。我命令技术团队设下陷阱，故意留出一个后门，里面是加了特殊标记的假代码。果然，3天后，黑客再次光临，迫不及待地下载了这些核心代码。与此同时，一条爆炸性新闻在科技圈炸开。星辰科技宣布即将发布情感识别 AI 系统，声称技术完全自主研发，领先业界。记者会上，张志强意气风发：“我们潜心研究3年，终于突破了情感计算这一世界级难题，这将彻底改变 AI 产业格局。”台下有记者问：“有传言说这项技术与林天先生的心灵捕手极为相似。”张志强嗤之以鼻：“林天那套系统不过是拼凑出来的粗糙产品，我们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原创。”我看着直播画面，嘴角微微上扬。1周后，张志强匆忙上线的系统刚一发布，就出现了大量 bug， 他们根本没测试过我留下的陷阱代码。更糟的是，我们早已联系律师，准备了完整的证据链。当星辰科技因代码盗窃被起诉，索赔金额高达5亿时，整个科技圈哗然。刘明亲自打来电话，语气惊慌：“林天，有什么误会可以私下解决，何必闹到法庭？3000万买我的技术时，你们不是挺硬气的吗？”我冷笑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最终，星辰科技不得不以10亿和解费息事宁人，张志强被当作替罪羊开除。这场胜利为心灵捕手带来了更大的声誉，我们一举成为 AI 情感领域的绝对霸主，公司估值飙升至100亿。我也从一个被裁的程序员变成了身家几十亿的科技新贵，事业如日中天之际，我却始终感到一丝空虚。直到那个雨夜，唐梦送我回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真正的成功从来不只是复仇和金钱，还有爱情与信任。唐梦，我看着她被雨水打湿的秀发，鬼使神差地问道：“我们在一起好吗？”唐梦笑了：“笨蛋，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？”雨中的拥抱抚平了我心中最后的伤痕。林总，谷歌发来合作邀请，微软也表示愿意以50亿收购我们。我放下咖啡杯，扫了眼助理递来的邮件，都婉拒吧，我们不缺钱，缺的是时间。创业1年半，心灵捕手已经成为全球 AI 情感领域的领导者。我们的技术被应用到智能客服、心理健康、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，月营收突破3亿。这天，我和唐梦前往一场科技峰会，作为主讲嘉宾，我将分享 AI 情感计算的未来展望。紧张吗？唐梦握住我的手，我笑了笑，有你在，不紧张。1年来，唐梦从投资人变成了我的恋人和得力助手，他的商业嗅觉和人脉资源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。会场入口处，我意外地看到了苏雨晴，她比上次见面更加憔悴，却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正和几个记者套近乎。那是林天的大学同学，也是前女友。她声音故意提高，我们感情很好的，只是当时她事业不顺。唐梦挑了挑眉：“你的前任真够执着。”我无奈摇头，不用管他。演讲大获成功，会后记者团团围住我。一位记者突然问道：“林先生，有传言说您的核心技术其实是从前东家偷来的，您怎么看？”全场哗然，我一眼就看到人群中苏雨晴得意的表情。有趣的问题，我微笑着拿出手机，让我们用心灵捕手
分析一下这位提问者的情绪。我启动了情感分析系统，麦克风捕捉到记者的声音，屏幕立刻显示结果：紧张87%，敌意92%，言不由衷95%。看来有人付钱让你提这个问题。我平静地说。至于技术来源，法院已经有了判决，星辰科技因侵犯我们知识产权赔偿10亿，这是公开记录。记者面红耳赤，仓皇离场。苏雨晴脸色铁青，躲进人群。回到公司，唐梦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张志强居然成立了新公司，还获得了5亿融资，声称有划时代的情感 AI 技术。他到底哪来的信心？唐梦皱眉。被我们起诉后，他应该没有任何能用的代码才对。我陷入沉思，除非有内鬼。我们连夜排查，果然发现一名高级工程师偷偷拷贝了部分核心代码，随后离职加入了张志强的公司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先弄到真代码再创业。我冷笑，不过他低估了我。我命令技术团队紧急更新所有系统，并在新版本中内置了防盗版机制。一旦发现代码被盗用，系统会自动失效并留下证据。张志强的新公司情感云很快发布了产品，并以低价策略迅速抢占市场。一些投资人开始担忧，我们的股价出现波动，要不要直接起诉他？唐梦问道。我摇头，不着急，鱼要钓大一点。3个月后，张志强大张旗鼓地宣布准备上市，估值达到200亿。就在路演前夕，我们的反制系统悄然启动，情感云的所有服务突然崩溃，用户数据发生严重错乱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向监管部门提交了完整的证据，证明情感云使用了盗版代码。张志强匆忙上市的计划彻底泡汤，投资人纷纷撤资，公司一夜之间几乎崩盘。这一仗彻底奠定了心灵捕手在行业中的霸主地位。我们趁势宣布全球扩张计划，股价再创新高，我的个人身价也突破了100亿大关。某天深夜，办公室里只剩我和唐梦。他突然问道：林天，现在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报了当年的仇，接下来想要什么？我望着窗外的灯火，沉默片刻。我想要一个家。唐梦眼中闪过惊喜。真的？我拿出准备已久的钻戒，单膝跪地。唐梦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保证，这辈子只爱你一人。唐梦眼泛泪光。好，我愿意。就在我们相拥之际，办公室大门突然被推开，苏雨晴踉跄闯入，满脸泪痕。林天，救救我！张志强疯了，他要杀了我！苏雨晴浑身发抖，脸上有明显的伤痕。张志强发现是我告诉你他窃取代码的事，威胁要毁了我，我无处可去。我和唐梦对视一眼，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疑虑。你为什么要背叛张志强？我冷静询问。苏雨晴哭诉，他从来没爱过我，只是利用我接近你。公司倒闭后，他变得疯狂，把所有错都怪在我头上。唐梦悄声对我说，这事太蹊跷了，小心有诈。我点点头，对苏雨晴说，你可以暂住公司客房，但要配合安保人员，安顿好苏雨晴。我立即加强了公司安保，并命令技术团队全面检查系统安全。果然，当晚就发现有人试图从内网访问核心服务器，追踪 IP， 正是苏雨晴房间的电脑，布局挺深的。我冷笑，这是张志强的最后一搏吗？
我没有立即揭穿，而是让技术团队设下陷阱，准备反钓鱼。苏雨晴的电脑被植入了监控程序，她的每一次操作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。第二天一早，唐梦把我拉到一边。昨晚苏雨晴给张志强发了加密邮件，内容是已经就位，等待指示。我点点头，看来他们准备了大动作。此时，公司公关部传来消息，多家媒体同时收到匿名爆料，指控心灵捕手在用户隐私方面存在严重问题，甚至暗示我们利用情感分析技术操纵用户。这些指控虽然荒谬，但在互联网时代，谣言传播速度远超真相。公司股价应声下跌 15%， 一些合作伙伴开始犹豫观望。这只是开始，我对高管团队说，准备好迎接更大的风暴。果然，第二天又有自称公司前员工的人站出来作证，声称我们的技术存在重大缺陷，可能导致用户数据泄露。一些政府部门开始关注这一事件，要求我们配合调查。与此同时，苏雨晴在公司表现得极为关切。天哥，我认识几个媒体朋友，要不要我帮你澄清？我假装感激。太好了，麻烦你了。当晚，我们监控到苏雨晴向一个加密邮箱发送了大量内部文件，包括一些经过修改的用户数据和代码片段。该收网了，唐梦说。我摇头，再等等，我要看看张志强到底想干什么。第三天，互联网上突然爆出所谓的铁证，大量经过篡改的内部文件，表明我们的技术确实存在操控用户情绪的黑暗功能。更有一段伪造的我和高管的谈话录音，讨论如何利用这项技术获取商业机密。公司股价暴跌 30%， 市值蒸发上百亿。一些国际合作伙伴宣布暂停合作，监管部门也发来正式调查函。唐梦焦急万分，必须立即反击。我却异常冷静，别急，这正是我们的机会。我召开紧急董事会，宣布一项大胆决定：从今天起，开源我们的核心算法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唐梦急声问：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坚定地说，只有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的代码，才能证明那些指控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同时，我们转型为平台公司，向全世界的开发者开放 API。这一决定震惊了整个科技界，无数程序员开始审查我们的代码，很快得出结论，指控完全是捏造的。我们的算法没有任何操控用户的功能。更妙的是，开源策略激发了全球开发者的创造力。短短1周内，就有上千个基于我们平台的新应用诞生，公司价值不减反增，股价开始强劲反弹。张志强的阴谋彻底破产。我们收集了他和苏雨晴串通诽谤，企图窃取商业机密的完整证据，一举报警。苏雨晴被当场抓获，面对铁证如山，他崩溃认罪，供出了张志强的全部计划。他们本想利用舆论危机，趁机做空公司股票，同时窃取最新一代算法，一箭双雕。警方很快锁定了张志强的藏身之处。据说他被押送到警车时，看到我站在远处，眼中充满不可思议的震惊和不甘。危机过后，公司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，开源策略带来的生态繁荣远超预期。我们的平台日活用户突破1亿，市值一度超过5000亿，成为全球科技巨头之一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
许多政府和研究机构开始与我们合作，将情感 AI 技术应用于心理健康、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公共领域。这一年，我32岁，从一个被裁员的程序员，成长为身价100亿的科技巨头掌门人。恭喜你！一天晚上，唐梦依偎在我身边，你的复仇完成了。我摇摇头，这不是复仇，是证明。证明什么？证明价值观。张志强和苏雨晴代表了一种思维，投机取巧，利用关系，不择手段，而我们选择的是踏实创新，开放共赢。唐梦微笑，所以你开源核心算法。对，我望向窗外灯火通明的城市，技术的真正价值不在垄断，而在应用。我们建造的是平台，是生态，是改变世界的可能性。唐梦亲吻我的脸颊，这就是我爱你的原因。林总， IPO 文件已经准备好了， Underwriter 建议发行价定在每股210元，市值将超过6000亿。我合上文件，点点头，辛苦了，准备上市吧。距离公司创立已经2年半，我们即将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，这将是中国科技企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。 上市前夕，我和唐梦飞往纽约，酒店套房里，我们最后确认上市演讲稿时，接到一个意外来电，是监狱里的苏雨晴。林天，求你见我一面。他的声音沙哑，就当是为了我们曾经的感情。唐梦皱眉，没必要见他。我沉思片刻，不，我想听听他要说什么。监狱会见室里，苏雨晴憔悴不堪，眼中却依然闪烁着算计的光芒。林天，我知道很多张志强的秘密，可以帮你。我打断他，如果你想以此减刑，可以直接告诉警方。我今天来，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爱过我吗？哪怕一天？苏雨晴愣住了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神色。最初，我是真的被你吸引，但后来你觉得我没出息，配不上你。我平静地说。他低下头，我错了。如果能重来，没有如果。我站起身，我只是想确认，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离开监狱，我长出一口气，仿佛卸下了最后一丝牵挂。感觉如何？唐梦问。释然。我微笑。如果没有他的背叛，我可能还在星辰科技当一名普通程序员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。唐梦握住我的手。所以说，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坏事。纽约时间9点30分，纳斯达克大屏幕上，心灵捕手的标志璀璨夺目。我和唐梦一起敲响开市钟，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。开盘即暴涨40%，收盘时涨幅超过75%，市值一举突破1万亿美元，创造了科技 IPO 的新纪录。当晚的庆功宴上，投资人、高管、员工欢聚一堂。酒过三巡，我举杯致辞。2年多前，我身无分文，被公司裁员，被女友背叛，是绝境给了我重生的勇气，是团队给了我前进的力量，是唐梦给了我爱的支持。今天的成功不是终点，而是新起点。我们的使命是让 AI 真正理解人类情感，让科技更有温度。谢谢大家一路相伴，掌声如雷。唐梦悄悄拭去眼角泪水。回国后，我们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建立了研发中心，吸引全球顶尖 AI 人才加入。公司业务从情感识别扩展到智能医疗、教育、金融等多个领域，成为 AI 应用的全球领导者。一天，我接到星辰科技 CEO 刘明的电话。
林总，久仰大名。他语气谦卑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谈谈收购我们的事。星辰现在情况不太好，我淡然回应，发份材料过来看看吧。挂断电话，我不禁感慨命运的无常。曾经对我不屑一顾的公司，如今沦为被收购的对象。唐梦走进办公室，真打算收购他们？我点头，这是一笔好生意。他们在芯片领域有不错的技术储备，正好补足我们的短板。只是商业考量，没有复仇的快感。唐梦调侃道。我笑了笑，我早就不在意那些了，生意就是生意，感情是感情。收购谈判进行得很顺利，签约那天，刘明满脸堆笑，林总年轻有为，佩服佩服。刘总过奖。我平静地说，其实我很感谢你当初裁掉我，否则我不会有今天。刘明尴尬一笑，林总真是大度。签完合同，我将星辰科技纳入心灵捕手旗下，但并未大规模裁员，而是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。这一决定赢得了业界赞誉。我的管理风格被哈佛商学院作为案例研究，财富杂志将我评为年度商业领袖，时代杂志则将我选为100大影响力人物。事业的辉煌没有影响我和唐梦的关系，我们低调举行了婚礼，只邀请了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。蜜月旅行选在了马尔代夫，远离喧嚣，享受难得的宁静。沙滩上，唐梦突然问我，林天，如果可以重来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？我看着落日余晖下她美丽的侧脸，笑着回答，就是现在这样，有挫折，有背叛，也有重生与爱情，没有谷底，怎么知道登顶的喜悦？唐梦靠在我肩头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林先生，恭喜你获得今年的全球科技创新奖，请问有什么感想？我面对记者微笑，感谢团队的努力，感谢我妻子的支持，也感谢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，是他们让我变得更强。创业3周年之际，心灵捕手已经成为全球市值第3大科技公司，仅次于苹果和微软。我们的情感 AI 技术改变了无数行业，造福了数亿用户。颁奖典礼后，唐梦悄悄告诉我一个惊喜，我怀孕了3个月。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紧紧抱住她，这是最好的礼物。世界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这个喜讯，将我们誉为科技界的完美爱情。唐梦的孕期，我大幅减少工作量，亲自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这天，我陪唐梦做产检归来，路过一家破旧的面馆，门口蹲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，低着头乞讨。出于好奇，我走近一看，竟是昔日的上司张志强。他刚出狱不久，落魄至此。认出我后，他慌忙想逃，却被我喊住。张总，好久不见。张志强面色惨白。林总，我递给他一张名片，如果想重新开始，来公司找我。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张志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不恨我？曾经恨过，我坦然道，但成功的最大意义就是让你有能力原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。唐梦在一旁默默点头，眼中满是欣赏。1周后，张志强真的来了，我安排他在基础研发部门担任普通工程师，他工作兢兢业业，几个月后竟有了不错的研究成果。同一时期，我收到监狱的消息，苏雨晴即将刑满释放，他托人捎信，希望出狱后能得到一个工作机会。对此，唐梦有些担忧，他心机太重，留在身边是个隐患。
我思考片刻，安排他去海外分公司吧，远离核心业务，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唐梦笑着摇头：你太善良了。不是善良，我解释，是不想让仇恨占据心灵，只有向前看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唐梦生下一对可爱的龙凤胎，我们的生活愈发圆满，公司业务蒸蒸日上，我个人身价突破2000亿，跻身全球富豪榜前10。但我最看重的还是我们的技术给世界带来的改变。心灵捕手的情感 AI 被用于自闭症儿童教育、心理健康咨询、老年人陪伴等领域，挽救了无数濒临崩溃的生命。某天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来到公司，自称是我的粉丝。林先生，我有阿尔茨海默症，医生说我只剩下2年清醒时间，但因为你们的 AI 陪伴系统，我每天都能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，不再孤独。老人颤抖着递给我一幅画，这是我的谢礼。那是一幅充满童真的水彩画，画中是我和唐梦，还有我们的双胞胎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成功的真谛，不是复仇，不是财富，而是用你的能力去影响这个世界，让它变得更好一点。5年前，我是个被裁的穷程序员。3年前，我创立了心灵捕手。1年前，我们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之一。而现在，站在云端之上，我回首过往的跌宕起伏，只剩下满心感恩。那晚，我和唐梦站在别墅的露台上，望着满天繁星。林天，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愿望吗？唐梦问。我搂住他的肩膀，把公司交给更年轻的人，带着你和孩子们去看看这个被我们改变的世界。唐梦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好，我们一起。1年后，我宣布卸任 CEO， 将管理权交给了最得力的助手。临行前，我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信。从打工到身价100亿，我的人生经历了最不可思议的逆袭。但我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和名誉，而是与你们一起改变世界的经历，以及那个在我最低谷时依然相信我的人，我的妻子唐梦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好的站起来。愿你们记住，真正的成功是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。带着双胞胎，我和唐梦开始了环球之旅，从非洲的贫民窟到南美的雨林村落，我们亲眼见证了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改变。在一个印度偏远村庄，一位老师用我们捐赠的设备教孩子们编程。在肯尼亚的诊所里，医生通过情感 AI 系统为精神创伤患者提供治疗。每到一处，看到人们因我们的技术而获得的新生活，我和唐梦都会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幸福与满足。从打工到身价100亿，我的人生上演了一场不可思议的逆袭。但站在生命的更高处回望，才发现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金钱和名利，而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，以及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。这才是最值得拥有的财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